你知道像 BBQ、尊嘟、假嘟这些常见的谐音梗在中国也要被禁了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禁谐音梗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前阵子，中国网信办和教育部发布公告，说为了让中小学生不被网络上面的黑话烂梗侵蚀，要整治规范中国网络用语。这里面呢，就包含了像是与女无瓜、尊嘟、假嘟、BBQ 之类的这些谐音梗哦。那这个公告在中国的网民间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说，大家之所以会用谐音梗、暗号等等的网络用语，就是因为中国的网络审查严格。结果现在官方又这样子做，到底有没有要让人说话？但也有人非常支持中国官方的决定哦，是他们早就受够了这些烂梗，官方早就该整治了。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中国为什么要禁网络用语？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民众对此又怎么看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不知道怎么样挑选适合的绘本给孩子吗？网络上面满满的绘本书单，你有时间研究吗？别担心哦，芒狗狗人气精选组都帮你选好了。从家长最在意的认识身体界限、情绪教育，到常让家长烦恼的吃蔬菜、看3C 等等的习惯培养，还有深受好评的寻宝游戏本、理财观念等等的热门主题，不但一次拥有10本精选绘本，还有感官游戏和学习卡牌，官网还能够试阅全本，让你放心再购买。芒狗狗人气精选组官网独家68折，输入G77专属折扣码77推荐，还能够再打9折。现在就点击资讯栏连结到官网看看吧。之前10月11日，中国网信办和教育部发布通知说要部署一项专项行动。这项行动将聚焦在网页首页热门搜寻榜单，发现精选的地方，整治不规范、不文明的网络用语，包含了歪曲音、形、意的黑话烂梗、滥用的隐晦表达等等。通知发布之后，人民日报、新华社发布相关评论，支持这一行动，并点名批评了尊嘟、假嘟、与女无瓜，还有 BBQ、双 Q 等等的网络用语。网信办说，这些网络用语会破坏原本的汉语规范，并给中小学生带来错误的引导还有示范。所以官方说，整治网络用语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不被网络上面的黑话烂梗侵蚀。那至于具体会怎么实行网信办没有透露太多。不过在通知当中有特别提到，要畅通举报管道，并要求各地方严格落实整治任务，加强语言文字相关法规科普宣传。那虽然从门外人角度来看呢，这次的政策有点微妙，但其实这并不是中国官方第一次说要整治网络文化。这一次网络用语整治是官方已经实施8年的清朗行动的一环。从2016年开始，中国网信办实施了一系列的整治网络的清朗行动。之所以取名叫做清朗，是带有让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的意思。那这个行动的内容呢，主要就是在打击各种网信办认为违法违规的网络行为。那包含这一次的整治网络用语在内这8年之间呢，网信办的清朗行动已经整治过不少的中国网络领域。例如在2016年时，网信办开展剑指网络顽疾的清朗行动，说要整治网络上面的暴力色情内容。当时有100多万个中国账号因为被指涉传播淫秽色情、暴力血腥内容而被关闭。那除了整治暴力色情内容，2021年时网信办也整治过饭圈与游戏圈。当时呢，选秀节目《青春有你》正热，有些粉丝为了让喜欢的选手晋级，买了27万瓶牛奶扫瓶身上面的 QR code 投票，最后这些牛奶喝不完被全部丢弃。这样类似的事件常发生引起社会关于饭圈狂热化的大量讨论。对此，网信办也出手展开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多个粉丝群因此被禁言。中国知名的娱乐八卦版这个豆瓣俄组呢，也遭到了停用。饭圈之后呢，游戏圈也遭到了整治。同一年，网信办针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问题，颁布了严格的未成年人游戏管理措施。在网信办的要求之下，腾讯网易等多个中国游戏公司都开始设定严格的未成年人游玩限制，学生在假日每天最多只能够玩1小时。而这2年直播平台火热，网信办又说要整顿直播中的虚假宣传和低俗内容，并说尤其要打击刻意炫富的网红账号。娱乐圈、游戏、直播等领域都遭到过清朗行动的整治，并且呢，每次清朗行动都会引起热议。那这一次网信办整治网络用语，同样在中国民众之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有些民众支持中国政府的做法，因为他们觉得如今的中国网络当中的暗语啊、谐音梗、缩写用法确实太过泛滥，甚至已经到了完全看不懂的地步。比方说像这一句常见的话中就既有着这个谐音，又有多个缩写。而且呢，缩写还原后的这个用语呢，也还是网络流行语。如果不熟悉相关网络文化，很难看懂对方在说些什么。那这些人会认为网络用语泛滥不仅会影响网络上面的沟通，还会让大家忘记原本的汉语规范。尤其许多网民还是青少年，他们正处于学习语言表达的关键阶段。如果他们常接触、用习惯这个网络用语，可能也会将这些梗频繁的用在正式啊，或者是书写的表达上面，渐渐的变成不用梗就不会好好说话，而他们的汉语表达能力也因此受到不良的影响。因此，这些人非常支持中国政府的做法，甚至说大家早就受够了这样子的烂梗乱象，政府早就该出手整治。不过，虽然有不少人觉得整治网络用语是一件好事，但也有另外一批人不太认可中国政府的做法。中国民众当中也有许多人不太认可网络用语禁令有些人呢还跑去中国官媒的微博留言，暗讽对这一决定的不满。有人说，其实网信办公告当中“梗”这个字也不是规范用语，网信办自己先犯了错误。还有人反讽啊，嘲讽说“清朗”跟“情郎”谐音会让人联想到少儿不宜的事，建议网信办先改名，并且封锁该词汇。也有网友暗示呢，谐音梗等网络用语会泛滥，其实罪魁祸首正是中国官方，因为官方啊平台限制民众使用大量的词汇，网友不得不用谐音暗语来替代原本的词汇。有人直言关键是我们想好好说话，您不让啊。那这些民众担忧，如果这些网络用语也都被封锁的话，他们可能会更加没有办法好好说话。那对此，还有一些网友呼吁要再次用散兵救傻逼的方式来拯救网络用语。这在讲说，之前中国网络平台曾经封锁骂人脏话傻逼，封锁之后呢，网友们便开始用散兵一词来替代傻逼。就有官方为了让民众不侮辱中国散兵军队，又解禁了傻逼词。那这一次的事件呢，也被大家形容是官民第一次成功召唤战俘。所以呢，这一次也有人呢在呼吁要用绑架官方词汇的方式换取谐音梗字不过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整治网络用语还是势在必行。所以很多人更担忧的是，一旦这个政策实行之后，中国的言论审查将变得更加的严格。那虽然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政策带来的实际影响，官方也没有说具体会怎么样禁，但许多媒体猜测，中国官方可能会比照先前官方公告平台跟进的做法，也就是呢，在官方的监督威慑之下，各大中国网络平台会加强对于谐音梗啊、暗语的审查力度，包含纳入更多的限制词汇，及时的监控这个网络上面新产生的梗，并且加入新的封锁清单等等。那在这样的做法之下，许多人担忧中国民众的表达空间将进一步的被压缩，尤其是一些依靠隐晦词的政治表达将更难的传播出去。不过也有些人觉得，或许事情并没有那么悲观，毕竟汉语庞大和复杂，禁掉一个网络用语之后呢，民众又会创造新的词汇来替代，官方不太可能完全禁掉所有词汇。那因为这个样子中国政府发布公告，可能也并不是真的打算禁掉所有的网络用语，而只是呢想要起到一个威慑还有警告的作用。这一次我们在看中国禁网络用语相关讨论时呢，看到有些人在说，这些用语梗本来就烂，禁掉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么觉得不论这里面是不是包含一些烂梗，甚至烂梗会不会影响到语言规范表达，政府出手明令禁止封锁这个行为仍然是不太妥当的。因为这意味着政府的权力将进一步的扩张，民众的自由表达也可能会进一步的受到影响。尤其在中国，这些做法呢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也没有经过社会大众的广泛讨论，这样子直接禁止就更缺乏了合理性。而且中国网络之所以会谐音梗啊、黑话泛滥，也跟中国严格的言论审查脱不了关系。许多的网络用语承担着隐晦表达政治诉求的功能，那一旦这些都被禁止，中国民众表达空间将有可能被进一步的压缩。另外，我们也有看到有些人觉得网络用语永远禁不完，所以不必对这次的禁令太悲观。那么觉得虽然官方层面很难完全禁掉所有词汇但这样的禁令可能会加剧民众自我审查，让大家的言论空间变得更加的紧缩。比如我们观察到，在先前的整治饭圈行动当中，粉丝之间呢会互相举报，常看对方粉丝的发言不爽时呢，就会以违反清朗的行动名义举报对方。那在这次的公告当中呢，官方也有特别强调要畅通举报管道，这就有可能造成民众会害怕说错话被举报，而选择自我审查跟晋升。当然，这也是我们的一些观察。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最后也想要问大家，你怎么看中国禁谐音梗？ A 不意外哦，毕竟是习近平嘛，这么做呢只会让人更加的反感。B 确实该管哦，应该要还给年轻人天真无邪的下一代。C 禁令没有太大用处，现在禁已经太晚了。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中国谐音梗事件。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中国网政以及中国是怎么样变成强国的。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